我们的五代机 FC1最新的改型现身了，看来呀是用户那边催得紧呐。中国在五代机的领域可谓是大满贯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些图片啊，就是咱们一个最新改型的 FC31它现身了。从这些图片上我们能看到一些信息。第一，我们注意一下啊，它的尾撑加长了啊，就是垂尾下边安装水平尾翼的那个尾撑加长了一些。很明显啊，这是要增加控制力矩，让飞行有更好的精确性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们还再注意尾部，就会发现第二个改变就是它的尾喷口做了这个锯齿状的处理。这个呢，就是为了提高它的隐身性能。不过这么处理之后啊，这个发动机的动力啊会有所降低。那这就是说，要后期通过整体的气动修行和提高发动机的功率来进行弥补。第三呢，虽然说这个图片啊，它是一个侧面图，但是从它机翼和机身之间这个比例来看呢，这个机翼好像又加大了，这是要更多的获得低速的稳定性和更好的升力效果。但是在机翼的上面呢，还没有发现可以折叠的这个折线，所以有人说这个加大机翼它主要是舰载机的需求嘛，但是没有发现这个折线。第四一个，我们再注意看一下现在这个座舱，这座舱呢比起以前啊有所这个变小，而且这个座舱后部的隆起呢稍微低了一些。但是我们注意看啊，因为这张照片看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飞行员在里边，那它这个飞行座椅啊是明显的后仰角加大了一些，这是为了更多的改变这个飞行员的这个姿态，承受更大的过载。第五呢，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特征，就是前起落架白色那个嘛变得很粗了啊，加粗了，而且能看到明显的这弹射感。综合这几样来看啊，很明显这是一个舰载机啊，也就是说在加速进行舰载机的改型，而且已经趋于成熟了。从这一点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啊，我们在五代机的领域是玩的比较溜了啊。这第一，你看啊，这个空军型还有舰载型都已经齐全了。第二一点呢，现在大家注意看啊，一年多来FC31的这个变化，我们会发现它的工程进度是非常的快，各种改进也非常的快，说明呢我们已经吃透了五代机的技术。那么在技术和产能方面啊，我们有很强的储备。第三呢，这种快速的改进、快速的成型，它其实背后啊说明几点。你看嘛，现在我们可以看比较成熟的就是舰载型了和这个空军型了。那么舰载型啊，你想想啊，它背后的用户从目前来看啊，那你航空母舰用隐形战机的，那就那几个国家吧，对吧？那现在咱这也不可能出口到一个什么地方去，那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航母去配套的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加快航母上隐形五代舰载机的研制。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的外部环境会变得越来越严峻。那至于空军型的话，那你要说用户的话，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，还有一个就是海外的用户。从现在来看啊，这些海外潜在的这些用户们啊，他们只要想更换，想从这个4代机换到5代机来更新换代的话，他其实选择没有什么选择的。虽然说你看现在韩国它搞出来了它的原型机也搞出来了，也试飞了，土耳其呢也给你弄出了一个5代机，但韩国呢就是4代半，而土耳其这个呢现在只是一个验证的原型机，当然它也可能成为未来这个定型的生产的原型机，但是它想进入批量生产那还早着呢。就包括俄罗斯的苏57，你真想批量的供货那也不太现实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，实际上我们的这5代机的这个出口，它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。在5代机的领域，我们可以说是掌握了它的核心基础，我们的产能也慢慢的就上来了。那么未来我们肯定会把精力转移到更先进的领域，比如说6代机的研制。